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中国海事局8月4号宣布，中国将在南海8个点的联舰范围内进行军事训练，禁止一切船只和飞机驶入。时间呢是8月6号到8月10号。台湾媒体援引越南军事记者的推文称，解放军这次演习的禁区达到了10万多平方公里，似乎是中美解放军在南海地区搞的最大的军演禁区之一。1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个什么概念呢？它足以让中国新一代的反舰导弹充分来展示它的性能。当然，在这么大片海域呢，也可以让战机在该空域进行高强度的对抗，或者呢是2支舰队在这片海域进行有实战背景的对抗演练，甚至呢在演习的过程中有可能发射实弹。我们知道，一支航母编队啊，它的防御圈大概分为3层。第一层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是由航母自己的防空武器系统来承担最近的这个贴身防卫的。那么第2层呢，是由它周边的驱逐舰、巡洋舰所携带的舰对空导弹来承担防务任务的。最大的半径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第3层呢，也就是最外圈呢，是由舰载机来负责，它的防御圈在400公里左右。这是美军过去所划定的3层航母防御圈，主要靠舰载机来承担。这里呢，当然包括舰载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了。那么为什么是400公里，而不能大一点？大一点也可以，但是舰载战斗机的留空时间和活动半径是有限的，它最大半径一般也就是1000公里，但是到了1000公里你就得回去了，没办法在那个区域巡逻，油不够了。因此设定的400是比较合理的。何况过去呢，反舰导弹最大射程一般也就是几十公里、100多公里，它400公里的防御圈足以防卫其他国家的军机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对它的攻击了。那么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大国，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开发出的反舰导弹种类繁多，而且射程越来越远，飞行速度越来越高，都是超音速的远程反舰导弹了。400公里这个防卫圈，美国的航母现在够不够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有了这样的反舰导弹，可能我们还需要在某些区域进行演练演习。那么划定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演习区域呢，显然是需要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这段时间要在南海划出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军演呢？它针对的谁？我想我们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在家门口进行训练，但是有人推测是针对的美国，因为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近期内呢，将要开展一个全球性的大规模的军演，10几个时区，出动几十个单位、几十艘军舰，在不同的海域同时开展军演。这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可以说美国海军搞的最大的一次海上演习了。针对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说的很明确，就是针对的俄罗斯和中国。那么我们这次演习是不是反过来也针对美国呢？我想美国人以及其他跟着美国跑的一些国家，包括英国的军舰、法国的军舰，也没必要对号入座，因为我们这样的演习是常态化的演习，武器装备水平提升了，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训练水平和打赢未来战争的水平，在家门口搞这么样一个训练，而且应该是常态化的、常规的训练，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国家，特别是北约这些国家，随着美国军舰在南海地区活动的增加，他们也插了一杠子，也要跑到南海地区搞所谓的航行自由。那么这些行动对中国有没有威胁？当然是有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应对手段，因为台湾问题、台海问题是我们国家内政，其他国家是没有权利插手的。南海问题虽然我们和周边国家呢有些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已经在可控范围内了。我们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在不断的得到改善，经济交流呢也不断的在提升。一些西方国家在南海地区的挑衅，可以说实际上是搅浑水，甚至呢有些行动是对中国发出了威胁信号。那么我们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演，应该说你认为有针对性，那就有针对性，但实际上我们是按自己的计划进行的，因为通过训练提高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我们才有底气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
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祖国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决心，同样会让某些国家感受到什么叫底气。美国以及某些军事强国想用武力吓唬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